我跟你们讲，有些人在婚恋市场上眼高于顶，没有一点自知之明，择偶要求就跟他做梦一样。你看，气得我的头发今天炸毛啊！昨天晚上有一个姑娘来找对象啊，问她年龄，她跟我说28岁。哎呀，我是真的不太相信啊。咱呢也不去抨击人家的外貌长相啊，我就跟她要个身份证。身份证拿来一看呀，好家伙，35岁啊！我问她为什么隐瞒年龄，她给的理由是本人显年轻，别人都说她长得像25、26岁的。我顿时特别无语啊！一辆开了10年的车，她能跟刚出厂的车相比吗？配件怕是也要生锈了吧？这姑娘说呀，自己说小点呢，也是希望机会多一点而已。我跟你们讲啊，骗人这条路是绝对走不长久的。接下来我就问她个人情况，在银行工作，年薪10万左右啊，整体条件都还可以，就是年龄确实不占优势。问她择偶要求，语出惊人的告诉我呀，有车全款，市中心有房全款，年收入在50万以上啊！哎呀，说完这些之后呢，还略有自知之明的跟我说呀，我也照自己的情况，年龄大了一些，长得一般啊，也比不过其他年轻人。所以啊，我决定放低择偶要求，接受离异的，但是不能带孩子，要优质男，找同龄或者是偏小一些的。听完呢，我也是好言相劝啊，你想找条件好的，你就得往年龄大的上面找，这样呢，你的条件才会占优势啊。还没等我说完，他就直接给我怼回来，年龄大的精子质量不好，我需要优生优育，之所以拖到现在没结婚啊，都是为了下一代考虑。哎呀，姐姐啊，你光考虑后代，你不考虑自己啊？他跟我说啊，我已经冻卵了，早已经做了万全准备。那一瞬间我确实没话可说了，我就基于现实情况又给他做了分析一下啊。这车房全款，年收入在50万以上的35岁以内的男士，不论离婚与否，大概率都想找30岁以内，工作稳定，感情线比较简单，性格温柔，长相可人的女孩子吧。哎呀，还没等我说完，这姑娘来了句，那不正是我吗？我显小，长相可人，还未婚。这给我听的啊，自己都能给自己画大饼，我也不绕弯子了。目前能够匹配你的条件还不错的，就是40岁离婚带孩子，有车有房，年收入在30万上下的，或者说是35岁以下离婚或者是未婚啊，车房有贷款，年收入在10万上下的。这姑娘一听啊，气的那是不得了啊！我相亲这么多年，多少年入50万、100万的看上我的，我都没入眼。现在你让我选，还不如我之前放弃的那些，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他情绪啊，多少有点激动啊，觉得我看不起他。哎呀，我劝他放弃幻想，认清现实。他说不能低头，皇冠会掉。后来啊，我算是妥协了，给他找单身资料，有位38岁的男士，离婚不带孩子的，没车但是房子2套，年收入在30上下。这姑娘看上了，提出见面的一个要求啊，每个月给他1万5的零花钱。那一瞬间气得我呀，问他凭什么？他说男方是离婚的，不公平；2套房子是婚前财产，也不公平；婚后要当后妈也不公平。要生活费啊，这心里才公平。听得我呀，人男方自己的东西你拿来说不公平，你算老几啊？这男士能不能看上你还不清楚，你还在这筹划着你的春秋白日梦呢。这姑娘听完啊，那算了，我不见了。我觉得我这要求很正常啊，作为男人给女人生活费是没有问题的。哎呀，这可能是在银行工作，天天都掉钱堆里去了，掉钱眼里爬不出来了吧。临了给我来了句啊，你不给我介绍，我可以找其他人。哎呀，真的，大门给你敞开哈，你爱找去吧。今天王八不给我好好关门啊，都开绿豆去了吗？真心奉劝啊，一些大龄祖宗们，放弃幻想，认清现实，看清楚你自己的现实处境，以及你还有多少的选择权。上了年纪啊，本应该是更加的睿智，不要眼高手低，挑来挑去。明明脾气不好，家里没什么钱，手上也没什么积蓄，又不是什么高高在上的公主，那就不要老想这些有的没的，踏踏实实找个适合结婚的人，好好过日子就行了嘛。你还有多少个10年可以等得起的？明天啊，我就把后面我这墙上挂上3个字：许愿池。我看有多少来做梦的。哎呀，还得花俩王八呀！哎呀，我跟你们讲啊，有些姑娘来相亲，我真的让她给气死呀！那池子里的王八，她盖子都能给气翻了。上个月我给一对大龄男女啊撮合对象，在南方91年的，本科身高在175左右，是个工程师啊，年薪税后在15万左右，有车有房子，条件还不错。女方是92年的普通本科，私企做行政，长相属于那种可爱型的。两人呢，先是加了微信啊，刚开始聊天呢，聊的都还不错。男士主动关心，这姑娘呢也是积极回复。哎，聊了有3、4天啊，这男士就主动约着姑娘周末出来吃饭嘛。这姑娘同意了。吃饭那天啊，人男士啊就亲自去把这姑娘给接过来，这不是在市里吃饭啊。见面之后，男士呢就觉得对这姑娘就很满意啊，所以全程都很热情招待。吃完饭啊，男士又把这姑娘给送了回去。回家之后呀，这事就来了啊，他就跟这姑娘报备了一下自己到家了。谁知人这姑娘呢，也是一种不冷不热不关心的态度，给回了一句好的。
第二天开始男生特别积极的发信息就问候这个姑娘，那毕竟喜欢她嘛。但明显就感觉出来人这姑娘回复信息就特别慢，基本早晨发的中午回，晚上发的有时候都第二天才回。就这样的频率聊了有好几天这男生就想着，哎呀，态度这么冷淡呢，是不是不喜欢我呀？他就主动给这姑娘打了电话想再约这个姑娘周末出来吃个饭。谁知这姑娘就说自己有事不去，以后再说吧。男士这一看这发信息态度不积极，约见面也不出来的，那明显就是不喜欢我，还不直说，气得他直接把这个姑娘给拉黑了。好了，今天中午这姑娘兴师问罪来了，找我跟我说男士把她删了，他就觉得莫名其妙，还挺生气的。我了解了这个过程之后我就问这姑娘，你对人家的态度是哪个意思这姑娘就说自己是挺喜欢这个男士的觉得他条件不错，人也挺好，但是就是怕自己太主动了，这男士不珍惜之类的，想矜持一些。我一听哎呦我的姑奶奶我以为的矜持是吃饭和男士 AA， 不用男士车接车送，精神独立和男人保持距离。结果饭别人请了，你人呢也接送了，发信息问你还整这出，咋的？你回信前得查新华字典吗？他说他喜欢男士，但是不能这么快表现出来吧，得冷淡一点男人呢还知道珍惜，太主动了就觉得自己很廉价。我听完吱吱的那一时间可把我给堵住了你都30多岁了，遇到合适的也喜欢你的根本就不多了吧？你还不知道主动你是来相亲的，不然以为自己来 boss 直聘的吗？这姑娘就解释说哎呀，她看到男士的信息了，故意晚点回复。男士约她呢，她有空是故意不去，那意思就是想欲擒故纵呗。你也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段位你以为你是电视剧里面玛丽苏女士拒绝男主追求后被男主上9天揽月下5洋捉鳖的行为给感动，幸福的生活在一起了吗？姑娘听了很委屈问我这相亲不就是被追的吗？那喜欢我不应该更加主动吗？我一冷就给我删除了，估计也没那么珍惜我吧。真是女人心海底针这男人都猜不透的。我真挺可怜这哥们儿的他都不知道是招谁惹谁了，这哪里是相亲莫不是你是天上派下来考验他耐性的？你说说，你对人有意思你就直说嘛，别天天吊着他的胃口。男人主动他也有个方向吧人家看上你了就得主动承担爱你的责任嘛。哎呀，我真的是血压突突的往上拱你看看你俩就认识2星期，连个朋友都不算吧，这搞得跟个情人分手一样，轰轰烈烈的。这姑娘听完让我跟男士沟通一下，她现在愿意主动男士可以追她了。哎呀，人男士听完之后说我不愿意了，说有一个相处不错的已经在了解当中了。这姑娘听完就跟我说你看看这个男人他就是没有耐心，嫁给他也白瞎。兄弟们他不听劝你们得听劝，以后记住了，相亲见了面对方对你的态度是爱答不理的，觉得跟他聊天的过程当中相处的就是很不舒服，被代办那就直接的 pass 掉，下一个会更好。没必要去深入的探究，再去结合这个女生的生活环境去分析她这个行为具体原因。人家丝毫都没有 care 你的感受你还分析啥呀分析管他是为啥的，爱为啥就为啥，反正跟你没关系。相信我，相处初期如果已经觉得不舒服，真继续下去，这种难受感觉只会扩大10倍。你应该做的就是要找一个愿意积极回复你消息、相处舒服的，而不是试图去感化一个和你根本就不是一个频道的人。南辕北辙吧。他怎么想是他自己的事情，与你无关呢，该撤。哎呀，今天给你们唠个相亲成功的故事整天听我吐槽，好多伙伴说要命了很多人跟我说老师你今儿跟我讲相亲成功的，我都觉得像听神话故事呢。关注我比较早的老粉应该是有印象，这个去年我就分享过一个姑娘骑电动车去相亲的事儿。就是去年的时候有一个姑娘和一个小伙子给他们交对象，第一次见面就约在这个饭店里这男士打电话给这个姑娘就说要去接她。人姑娘一看这两人相距太远了嘛，觉得男士接她路程会变长，而且也比较麻烦，就委婉拒绝了。她就跟男士说自己要打车去。这男士拗不过呢，就自己去了饭店。这个姑娘呢她就原本是想着打车的，但是又觉得这个饭店她也不是很远，打车就比较贵，于是就骑着她妈妈那种老款的电动车去相亲。人这姑娘是精心打扮了一番你想想穿着这个白裙子吧，应该骑着电动车就去了。那电动车她买的时间也比较长了这年限一长就有点破，嘎吱嘎吱的响。这姑娘去相亲她要面提前就把电动车就停在了离饭店门口这个不太远的一个停车场里面。吃完饭这男士就要送她她这不是因为有电动车在的嘛，就给拒绝了，让男士先走她怕看见她就在那求这个男士走了之后，这姑娘就偷偷的去骑车没成想就发生一件很尴尬的事情，就是她骑着电动车就吱嘎吱嘎的就往外骑的时候，正好碰见男士在那付停车费哎呀，那一瞬间两人四目相对特别的尴尬。
这姑娘就心里想着，哎呦我去，这也太巧了吧，好丢人呐。男士就想着哈，这怎么办啊？怎样才能显得不那么尴尬？哎呀，两人简单打了个招呼，因为特别尴尬嘛，就赶紧分开了。这个回家，这姑娘就跟我说，哎呀，自己觉得特别丢人啊，觉得这个印象肯定不好了。没成想人男士啊对这姑娘的印象就特别好，觉得她呢不做作，哎也没有虚荣心，还朴实无华的，就决定一定要去追这个妹子。从这个事情之后啊，这男士就每天跟这姑娘聊天啊，哎呀，两人一有空啊就约出来吃饭。人男士心比较细，每次约会啊就在这姑娘家附近，再也不用骑电动车去了。吃完饭呢，两个人就经常去踏马路啊，走走停停的聊天。哎呀，都能每天从8点多聊到11点多，直到把这个姑娘送回家，那还依依不舍。两个人这个聊天的话题啊，都是分享一些自己生活当中很开心的事情啊，对待一些事物的看法，从来都不聊。哎呀，你的车子是什么牌子啊？你的房子有多大？你父母有没有退休金啊？很开心的事情，他就会主动分享给对方，对方总是能够立马回信，彼此都能顾虑到对方的感受啊。每次见面啊，这姑娘都会给男士带点小礼物啊，这男士啊同样也会给她就是编各种理由啊，说带一些土特产、补品等等。就这样，两人认识了有2个多月之后啊，就有一次晚上，这两人不是去公园散步嘛，情到深处呀，这男士就拉起姑娘的手啊，说我想跟你在一起啊，我知道未来的路很远，你能陪我走吧？真的啊，那一刻没有鲜花，也没有什么甜言蜜语，一个问句，一个肯定的回答，我愿意陪你。就这样呢，两人确认了男女关系啊，在一起之后啊，这生活过得就越来越甜，就是你遇对了人之后啊，才有的那种感觉。每天都很有期待，哎，一到周末两人去约会啊，每天晚上就聊聊天。认识了半年之后啊，这姑娘就把男士啊带回了家里去见父母啊。女方的父母很满意，觉得男士啊人品好，懂礼貌，工作也很努力。这男士的父母也见了这个姑娘，姑娘性格温和明事理，人父母开心的不得了啊。很快啊，今年5月份的时候，双方父母安排见了面。谈了订婚和结婚的一些事情啊，这双方礼尚往来啊，彩礼呢是8.8万和3金，女方陪嫁了6.6万和家电的4大件。这双方家长共同出资啊，给小两口啊置办了一辆20多万的小轿车。哎呀，我这办公室可能中央空调有点冷啊，人男士呢就时不时的会问这姑娘冷不冷，哎，要不要给你倒杯热水？这姑娘就说不用啊，反过来他会关心男士啊，你冷吗？摸了摸男士的胳膊说啊，哎呀，很凉，要不要啊？给你倒杯水。真的那种幸福你是很明显能够感受到的。我觉得有句话我很认可，叫做幸福的家庭它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真的各有各的不幸。最后啊，祝福新人啊，新婚幸福，海枯石烂，同心永结，地阔天高，比翼齐飞啊！哎呀，我掐指一算啊，看我视频的单身伙伴们立马脱单。